哎呀，我是真的好久没回来了。哇哈！你看哪里是我小时候印象中不一样噻，朝天那么多年都没回来了。我小时候朝天门，晓得噻，批发市场。对。空中道路3层，飞机、索道与轻轨，地面3层马路，水里跑着轮船。欢迎来到8地城市大重庆。高架桥上，星星骑着机车在车流中穿行。穿楼而过的地铁把圆圆送到她要去的地方。女孩子就是不放过任何一面镜子。啊，刘个头。出租车上的肖战感受到了回家的放松。我们的3位主人公在城市的不同维度穿行。实习时候，天天在留守换乘。我以前就是挤3号线的时候被挤到那个玻璃门的边框，然后下面就是那个，下面就是嘉陵江，然后你就被贴在那儿，然后就恐高的人就会犯晕、脚软，但真的很漂亮。我记得以前大家跟我说啥子苍蝇馆馆、苍蝇。对。哎，明儿早上我来带你去吃重庆小面，你吃了那个味道，你都感觉回味无穷啊！你吃干点加个煎蛋嘛。或者是哎哇，都是干点加煎蛋，哇，口水都流出来了。明天早上我都来接你。可以，没得问题。好的。凌晨3点起床，4点煮面，油辣子、花椒粉、花生碎、小葱、香菜、芝麻酱备上，等待最早一批出租车司机顾客。小面店老板和他们的第一波顾客唤醒了重庆。老板，2两小面。我也要2两。我加个煎蛋。要不要海椒？少放点海椒。为了能吃上记忆中的板凳面，肖战起了个大早，趁天没亮，跟郑师傅一起过来。醒点喽。啊，我也要吃，哇，他那家面还是可以，早上我们平时早上基本上都在这儿吃。一般那个店儿几点钟开嘛晚3点钟。 3点钟就开了。哎，那时候开到下午2点半了。那还是多吃点。好来。哇，谢谢。重庆小面最早是为吃不起肉的穷人准备的，用调料调出来的味觉盛宴。高低板凳当桌椅，开宝马和蹬3轮的坐一起，这是重庆街头几十年不变的烟火场景。你喜欢吃干点？主要有时候觉得哈，那些味道啊，它对于其实这种老重庆来说，不仅仅是那种味道啊，它有时候是一种记忆，一种回忆。你不晓得，那天早晨我也在这吃面，碰到2个外地的，他第一次在重庆来吃那个麻辣小面，哎呀，把他们2个骂惨了，真的记不得？就你看我现在眼睛水有点出来了。他们2个还不是一样的，2个吃得遭不住了，就是那种自个喊，哎呀，啷个恁个辣呀？吃得那种2个那种质感的，是那种。我说有没有那个伤心了？我吃得那个，真的觉得。23岁的圆圆是古老的相声行业里一名年轻的从业者，重庆本土曲艺剧团原声社的元老。演出在解放碑的严启佑书店，咖啡厅当化妆间，消防通道是对词室，摆张桌子就是舞台。圆圆于正豪，掌声有请。圆圆是少见的女相声演员。传统相声中万年不败的屎尿屁粗俗梗，女生不太能说，或是她要寻找更升级的表演方式。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之前啊都是男生在表演，对头。现在不一样了，啷个嘛？一对女娃儿给大家表演一段。我们啊今天是讨厌。爪子嘛，你还真的当真的吗？2个女娃儿。圆圆来自和重庆相爱相杀的四川，被重庆人热情的接纳。基本功，说说都他妈这么快。说说
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我觉得你在说废话。重庆方言相声早已存在，但在抖音上走红也就是这1-2年。之前原声社演出时，常常演员比观众多，如今终于有了第1桶粉丝。不仅合影是工作，被捏脸蛋儿也变成圆圆的一个工作项目。我又想在那里打板了。观众离去了，演员却久久不愿散场。小伙伴们走着，意气风发地讨论着。搭档于正豪声称要在解放碑的街头打一段快板儿。我给他丢两毛，来，记得捡哦，记得捡。你看后面小哥哥眼神不一般，看到没？看到了。小哥哥眼神很不一般，准备把他抓走，随时准备抓走了。来了，来了。哦，你放个碗，给你打上来。去，这个先生好比伸手不见五指。这是20多岁才有的激情。演出没有散场，因为梦想已是生活的一部分。重庆道路上坡下坎起伏不平，摩托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辉煌时，重庆造摩托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称霸东南亚。重庆也因此被称为摩托车之都。机车发烧友星星最喜欢跟一帮老友一起呼啸上南山。星星想象中的自己是闯荡江湖的浪子，但他的日常画风其实是这样的。造型霸气外露的星星，其实是个典型的重庆耙耳朵。我可以说那一辈子我都没给别个梳过头。他对自己在家里的定位就是个勤务兵。真的，你看我那个光头需要梳不梳嘛？哎呦我的天哪，全部整烂了。2块，对不起你，我把你的棱角膏整烂了。你看你想吃啥子过年，快点吃嘛。哦，讨厌。你是啥子吃法？每一个吃2口都扩大点了。吃嘛呀，你吃剩下的都是我的。我每天早上吃啥子，取决于你吃了些啥子。来，过来，不要跑。听啊。嘿。 43岁的星星曾留学巴黎，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小老板。那个是胡子油，别原来说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现在就希望你有点胡子吧，别个看起来可以得到信任。现在整了1脸大胡子过后，都成了个麻烦事了。现在都每样要保养，不然的话那个胡子太脏了哇哈，都感觉没办法出去见人的。别被星星的粗犷欺骗，其实他是个精致的糙汉。 自家阳台上，老重庆星星见证了新重庆的成长。七星岗不叫七星岗，叫七星岗。为了准备年底的封箱演出，圆圆和于正豪来老城区寻找重庆老故事。嘿，同源楼，那个应该是后来弄的了。 我们要去出去门是不是？啊，走吧，我们去。所以老重庆5城原来都是渝中半岛那个来的嘛，它就是那个追来就相当于。有点打个板吧，不然打个卡，打个板。勤奋的于正豪又开始打板，但却是圆圆遇到了粉丝。人生啊！ 是，哎呀，不，别，过来就逛一逛这些景点，就逛一逛这些老城墙啊，然后就找一找历史故事，然后就写素材。咋还有粉丝？我今天没画。重庆古城门9开8闭是参照9宫八卦布局。如今许多城门已不复存在，但八卦迷宫却成为了城市特质。哎莫，好黑了。在山城。 问路是刚需，因为重庆是个让导航暴风哭泣的城市，经常导航说到了，你离目的地还有3层高架桥。那航号的嘛，
有吧这？里面收进去。谢谢谢谢哦在山城迷宫中，有许多虫洞般的通道连接不同维度，我那个随便一个不起眼的入口都能把你带到另一个高度。来问下呀，最后一站是朝天门码头，你还 OK 吗？忽然之间，忽然之间，天空出现了重庆冬天稀有的金子一般的阳光。外地人来重庆的话，可能更多的都是看重庆的那种奇观，对，就是那种高低起伏的东西，你们在外地看不到。但是实际上，你到重庆来的话，你看不到太多表演项目也好，或者是特色景点也好，那种都很少。对。所以说我原来有点小吐槽个人生活的那个城市的意思啊，我都说重庆现在只那个壳壳，我们现在做的都是让它有灵魂。哎呀，把这说很高大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让那个壳壳有灵魂。哎呦，这个。朝天门是重庆历史上最大的码头，它的外形犹如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船。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溯江而上的外地人经过漫长的航行，看到巍峨壮丽的朝天门，就知道一个大码头到了，将有一个更大的舞台等待着自己。这边老的跟新的相汇合，这还挺奇妙的感觉。就是以前暑假的时候就会过来学画画，就住在传媒里面，这儿就后街。哇，好久没来了，我都有好多年没有来过了。有一段时间说老传媒要拆了，全部搬去大学城，其实还挺伤感的。交通茶馆，你看交通茶馆还在呢。这以前还是个网吧呢，我还在这上过网，真的过得好快。胡记蹄花汤特别好吃，每次来都要吃，现在还排队。以前我就在这上面的一个画室，复兴楼，就是我说的这上面有上百家画室吧，应该都在这里面，太吓人了。没变，其实这条路还是没怎么变，还是这个样子。对于少年时期的肖战，进入黄觉坪，就感觉进入了梦想开始的地方。修车，星星只来大渡口猫鼻梁找七哥。七哥，修警察的车吗？可以啊，这儿成了特约维修点了。这儿也是他们三脚猫胯子群的据点。还是右转的时候有点叽嘎叽嘎响。刹车还响不响嘛？刹车也要响，但是没那么恼火的了。你装那个确实好看，你手上都看起像个玩具车啊。七哥听声音就能知道摩托毛病出在哪儿，是本地许多警察修机车的不二人选。才追得到。哎呀，看起好乖。星星看到一辆跟自己同型号的胯子，有种英雄见英雄的兴奋。这是两台富尔，两兄弟相见了。好舒服。哦，他改了握把的，改了个老握把。哎呀，安逸安逸。哎呦，还改了音响了，那是个享乐主义。七哥以前是老重钢的电工，是80年代就玩摩托的老炮，也是星星心目中的江湖前辈。我可以那么说，不找你的话，我也不晓得找哪个在那边。几十年没变的修车铺像城市里的时光隧道，星星喜欢来这里，因为可以重温童年记忆。我踩了几脚刹车都没问题的，确实。怎么了？我专门找一天来。加工那个垫片。啊，专门找一天来弄。这间维修铺以前是老重钢70年代的供销社，房子年头比星星年纪还大。喝口你的茶。你的茶是简直是有，我走这个地方随时都在抓个去。你的茶是我最想来喝的。修车是次要，每次喝七哥这缸茶，跟七哥聊天才是星星的重点。你看这的茶是让我啷个就想起小时候我们老儿昌头那些工人舒服喝的那个沱茶了，喝起舒服。
有老重庆记忆的时光隧道还有很多，分布在山城之中，比如三角道的军歌书屋，曾是火车掉头的铁轨上，如今到周末是放露天电影的场所。军歌书屋有种魔力，附近的猫猫狗狗在这里玩着玩着就不想回家，所以这里有3只猫3只狗。街坊晚上散步时会拎些伙食一起喂。在这里，你分不清谁是顾客，谁是军哥的朋友。饭点还不想走，可以留下来吃军哥做的面。傍晚时分，肖战走到了军歌书屋。哇，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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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个地方好神奇哦。可能那些门牌你应该很熟悉里面，像包括小水池、黄竹那边的18梯呀。啊，18梯。那里西路头。啊，所以说那些都是你都是收集回来的。对对对，它实际上也是个地名，也是个重庆一个历史一个建在。那看那个，你肯定对那个很了解里面的方言。重庆语文儿，蛐蛐儿，丁丁妈，丁丁妈儿不存在。像我们经常口语第一句话都是不存在的一句话。啊，对了，不存在，不存在。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拿的重庆语文其实是星星做的。大扑帕。喜欢发掘城市记忆的人们总会相遇。坐那儿嘛，在外面。来，走。哎呀，来，整点红茶。漂亮的小伙儿。小心了，标准的，有点熟。熟，我觉得有点熟。他说他觉得认得到你呀。我觉得长了一张大众脸。大家都是住到那附近的吗？还是？我不是，但是我是跟你近。像我上班的那个地方很近，但我都不晓得，以前都不晓得这个地方，看到书我才晓得这个地方的。坐噻。我觉得大家都好很有爱心，好随意，而且给那个喂狗啊那些，给狗带狗粮啊那些啦，因为那地方都是流浪狗。他们都住附近。重庆离开了好多年了。我大概接近5年了，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吃火锅那些。我昨天还吃了，然后拉肚子狂拉。我应该整点老警察。我现在还在拉，然后眼睛里还长了个霉那种，今儿早上起来，哎，恼火惨了。小面吃了对吧？吃了，今儿早上。小面我觉得重庆小面确实。是了。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像我小时候都是，当然不是在那边哈，很像我小时候都是那种房子也是那种，都是那种矮房子居民楼，然后也是那种到晚上啊，大家都会聚到一个地方，然后来摆龙门阵，摆龙门阵，小娃儿就个人在旁边耍。我们小时候就是属于在旁边耍，然后妈老汉儿啊，都有时候摆点龙门阵，打牌呀，喝点茶呀。就是马上都像现在能够做起哈。像现在。你好岁哦？我现在啊，我28岁。所以其实我也不小了。在我们那边当时0号他们取经，取了坐下。朋友向翔来给军哥送一本书，他俩都是重庆历史地理爱好者社团中大神级的人物。哦，给我开瓶天府可乐噻，回来到年节来每次都要来整瓶天府可乐。满满童年回忆的天府可乐曾经销声匿迹，近年才重现江湖。想到那个，看一下我的那个开单，可以看一下。哎，那个还是个烤火盆。可以。马上我来整哈。我跟你一起。哇，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个人在外面都是野粑粑上面生火，然后烤红烧。讲究那个油香。不存在。军哥现在每天都在这儿吗？基本上。哎，精神倍倍的。哎，我觉得那种好好哦，就感觉都是回归了哈。都是啊，就周围那些熟人又多，大家都是感觉都像我们那个70、80年代那种感觉。对头。你好，点手哦。我晓得哎。哇，那猫儿好乖啊。都是流浪猫。咪咪。高兴惨了，它开始咕咕咕了。表情惨了，咪咪。当时你们渝东那边住的时候，对哪些东西最感兴趣？其实
我们也是靠到江边啊，比如说晚上放学呀，这些江边去谈水啊、游泳啊，然后有防空洞啊，也在那边耍。我记得防空洞，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现在人的纳凉的一个地方。只要路过防空洞，哇，那个风，就是那种凉风刺骨的寒冷。它整个来说，防空洞在渝中区的时候，包括那个啥子医院呐、后头学校啊，包括工厂，全部在里头。所以说，在那个13年的时候，整个重庆人口只有42万，但是防空洞所能容纳的人口是44.5万，所以整个来说都是一个地下城。所以很多都不晓得，原来我们小时候都喜欢装防空洞。哇，那个好带感哦，那个感觉。都是啊，有点那种地下城游泳池的感觉。都是。而且还有那个里头的故事多，我感兴趣的话，明天都可以一起去走一下。可以。原来在外地待了10年，特别是每次过节的时候都特别。今晚的露天电影放的是意大利的《美丽人生》。那个电影都是聊父爱那些噻。对头，好感人哦！我现在大概具体已经忘了他说的啥子了，但是都记得他后面是为了他女儿，是不是？那现在想的话是父亲对你影响大吗？还是母亲对你影响大？父亲对我影响大，我老汉儿对我影响大。我也是老汉儿对我影响大。所以说，有时候老汉儿啊，像父亲那种对娃儿的爱哈，不像妈妈对娃儿那个外放哈。其实还是有点收到起的，更多的是走一个内心。对头，你这样说得好，走个内心。像我老汉儿对我其实也从来好像也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面，我觉得我老汉儿好像也没对我说过很外化的话，子想你啊、爱你啊那种。没得哈。都是我妈说。但是啊，你永远都感觉到我老汉儿他是用实际行动在关心我。比如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啊那些够不够啊？基本都是他老汉儿先提出来哈，我娃儿也想够不够啊？我妈都说啊又花完了啊，然后老汉儿就说呀给他嘛。老汉儿来大度些，真的。重庆男人的耙耳朵全国闻名，重庆男人自己却引以为傲，因为所谓的耙耳朵，根本是疼老婆、爱孩子。耙耳朵代表猩猩，雄赳赳地出现在一群接学生的大爷大妈中。大声说2个脚。就是哦，10吃20吃100那是最好。可是这题很重啊。你考100考得越多，我越高兴。底下，海底，杆，栏杆。栏杆是指的栏杆，不是蓝颜色的杆。嘿嘿嘿嘿。1、2、3、4、5、6，什么乱七八糟的？还你们那些题啷个出的？那个无厘头的题全部是些，你啷个算出每一户的人来的？辅导作业的温馨时光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星星因为出题的不严谨，开始生气较真儿。你只能回答他多了几户，你不能回答他多了几个人。这种棘手场合只能靠妈妈出来救火。他说他单位大也是人都是人。他单位大的是人，那我问你嘛，一户有几个人？你认真读题，你告诉我呀。他告诉了你们的一户有几个人嘛？你都着算他那个，着算他。那个不是着算，对小朋友的教育，现在那我们着算课前可以啷个放就啷个放吗？想变好多数就变好多数吗？被老婆赶出屋的星星，趁机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收藏中。那是个老的流程，你看他那是日本产的，应该很大年岁了，比我年岁大，是老的哥伦比亚。或许受重庆抗战历史影响，星星是军事迷，收了许多2战时的老物件。他那个不是要卡，卡到了，先把它钉在那里，就给它上调，4、5、6、7、8、35、35、37、38、39、40。那这是为啥子要数数哈？数数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老的发条，因为太老了。
这张几十年前的唱片，居然还能唱出2战时美国的流行曲。那个声音没得100年，也有几十年了，估计唱那个歌的人都做古了。那个是我收藏最得意的一个，开始在动了，就可以开始拍了，啊，就那个就看到外面就可以。那是台剪辑机，就相当于我们的Premiere 啊那种里头的那些东西。这里有个很老的一个间谍机，间谍相机，是因为我遇到了，我觉得太漂亮了这个机器。我一直觉得我收藏那些东西的原则是一个原则，我不是那个机器的主人，我只是它的保管者。今后还有可能还会到别人手上去，好，到别人手上的话，这个东西传下来都不得了的，那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你不管它是为啥子，那个声音听起都特别舒服。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把这东西摆一地，慢慢看。那种有点儿，你看过《魔戒》里头噻，那个小妖怪看到魔戒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表情可能我在想的话，可能很贪婪。老物件儿通过保管者流传下去，就像一座大城的魂魄，经由一个个小人物的记忆保存了下来。冬天的下午，圆圆和于正豪拎着演出服，坐了很久的地铁，去年会上演出。年前是剧团最忙的时候，每周都有几个企业演出，圆圆的嗓子都哑了。看到圆圆士气低落，于正豪拿出一个紧箍咒逗她。曾经，你带上他，你就是我的儿子了。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两个来给大家说一段，说呢也不敢说，还介绍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呢叫李圆圆，旁边那位是我的搭档。你看，咱们现在重庆建设的非常的好。年会的气氛跟小剧场演出完全不一样，台上说学逗唱，台下自顾自社交碰杯，是每个新人演员必经的挫折。这也是圆圆把理想当成职业后必须付出的代价。身旁的好朋友、家人们积极分享。那这酒刚开始喝，嗓子皮了。我听都听出来了，专门给你递的词儿，你还不那个？哎呦！即使是没人在听的演出，下台后2个年轻人还是严肃的复盘。演出结束，圆圆坐地铁回家，脱下演出服的她露出疲倦的神态。轻轨夜晚搭载的大部分是像圆圆一样疲倦加班的本地人，肖战也曾是他们中一员。窗外夜景璀璨，就是出自像他们这样奋斗着的平凡的人们，是普通人创造了城市的精彩。鞋还来不及脱，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晚上他还有一场直播，这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下班后，圆圆还需要上舞台以及做直播，她的舞台梦需要她双倍的付出。丧丧地拖过直播架，开始直播。欢迎大家，圆圆今天开播啦！谢谢成都啊，太长了。你们平时在哪里表演哟？我们平时是在周五在沙坪855号麦路场呀。要不是他往后插。哇，你把脸离远一点，你把我吓到了。和于正豪连麦，小伙伴又开始并肩战斗。不知不觉，圆圆又露出舞台上的神采。主办方安排你们2个人做麻将方，就你们俩对摸是吧？对摸，糊了，清一色。
在老家，圆圆的同学已经开始结婚生子，但在重庆这座大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才刚刚站到了起跑线，苦涩与甜美并行。挫败感是真实的，鼓舞也是实实在在的。说重庆在推着我成长的圆圆，和重庆这座城市一样年轻。所以说里面的话3层楼的空间，对头。哇，我觉得好神哦。哎，所以说实际上你在地下也是要上下楼的。等会儿我们可能都还是看得到那个楼梯。向翔如约而至，带肖战探寻地下重庆。他们的第一站是南岸黄山防空洞。娃子不把都知道重庆地面是个立体空间，开发出来的，其实它的下面还折叠了一个地下世界。只能是说，其实现在要开发的话，可能要一段一段的进行开发是比较好的。我们就开始地心之旅嘛。哦，要得。还要拿那个电筒，我有点紧张。那面我在先头里头走。那面是没灯儿的吗？对头。啊？其实冬天在里头还很暖和，夏天很的凉快。哇，我们真的要那个进去啊！哇，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还是原来的那种原型。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伟大了。你像，其实我在重庆生活那么多年哈，我对防空洞的了解其实还是很少。我们可以在那个里头去看一下，那是以前的那个指挥室，然后等以前的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会在里头开。你看那个墙上头那块儿，实际上是非常有那个玄妙的。实际上它是分了几层，你摸一下是像泡沫一样的东西，都是随便再轰炸，哪怕那个洞子要塌了，在里头是点儿都听不到声音，也没得任何的震动的。而且它是两边你看各有出口，都是说通的，哪怕那边出现了一些意外，那边还可以走。对头。我都完全不晓得，我就慢点咯。哦，是不是感觉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啊，像那种入口的话，肯定还有很多哈那种口坎儿，漫山遍野开了无数个那种洞洞。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一下。然后你看，那是原来的那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指挥大厅，然后后头改成了那个相当于。那是在哪点哦？原来是朝天门，已经没得了。哇！然后我们最多的是原来那个解放碑啊、朝天门地下商场噻。那些都是在里头的。所以说有印象。所以说地下商场也是防空洞。对头。重庆可能是地下城使用最广泛的城市，每天有几十万人穿梭在昔日的防空工事里，而浑然不觉。一般现在地下，像我们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原来我们还有菜园板去卖书那个地下书室都是防空洞。对头。包括我们穿的很多那种地下，你有没得印象？可能你都走过的。我是走了无数次，我是没想到它是个防空洞。都是啊。而且你看，它也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它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它实际上都是有那种都是支路的，现在把它封了。哇，太有意思了！而且那节正好在航线上头有一种那种时空陡移的感觉，然后对，感觉又要轰炸了。原来走到里头的时候，经常都有蝙蝠那个哗就飞出来了。我记得也是，我记得小时候都是那种野洞子，然后也是有那种很多蝙蝠，我们拿火锹往里面划，唰都飞出来。哇，那你还是很勇敢了。我们当时都，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说重庆是魔幻的嘛，它其实不光是地面是魔幻的，地下也是魔幻的。对头。像你像我们现在提到重庆很魔幻啊，3D 城市哈，一直只是说它的地面有好魔幻，其实我觉得它的地下反而比地上还要丰富。所以说当时的躲防空洞实际上常见的情形是啥子？都是警报一响，都本能反应，全部都往防空洞里跑，然后全城人都在跑，所有都是拜访的一些老人来。他说起躲洞子那段经历，他都不是觉得那是一段苦难的经历。他说每次那个警报响他说他都特别期待。我说你轰炸的话还是很期待。他说因为隔壁班他有一个很心仪的一个女孩。那个真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比如上学的时候出早操哈，苦中作乐的感觉哈。所以说当时我觉得重庆人现在那种性格也有那种一种传承。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啊？那边是不是？对，我们应该是往那边走过，走了，感觉有2个动作，我们感觉都有点迷路了。对的，应该是往那边走，哇，哇哦！哇，终于看到墙。哇，大老鼠跟飞老鼠。
其实原来那个地方是个通风口，后来把它封了，怕漏水。加油加油！哦，不要下它了，它会掉下来了，嘿。走了，快点走了！看那啥子？哦，跑！黑惨了噻！探洞完毕，两人来吃冻子鲫鱼。哇，都是在外地都看不到那种。你看油好舒服嘛，红橙橙。嗯。哇，那鱼太巴适了，就感觉很爽。哎呀！那你小时候也是在相当于那种大院或者厂头那个长大的吗？厂区。啊。也在厂区长大。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重庆当时一料哎，很多人因为重庆它是一个工业城市，特别是一个军工城市，很多人都是那种大厂那个厂子里那个长大的嘛，都认得到，街坊邻居全部，基本上妈老汉儿他们都相互都认得到。哇，重庆的鸳鸯锅，就像你那炙热的灵魂，神经病。别的城市的鸳鸯锅是太极，你好，我怕那根门。重庆的清汤锅是一个渺小的同心圆，诉说了清汤被歧视的一生。你先讲，这个。封箱演出开演在即，圆圆约了闺蜜和搭档一起吃火锅，放松一下。没有跟上，神经病，没跟上，跟上节奏了吗？我们应该有3年没有去吃饭了，2年，有那么久？不至于，因为我说了嘛，我记得我们两个上回儿前都是上回儿在那个医院。你是看颈椎的嘛？不是说当时那个说的那点好像长了个啥子吗？当时说那个妇女包，你说你颈子不舒服，都是那个，真的。结果都是说的肉多了。朋友已经1年没见面，相互挖苦起来还是这么知根知底。你他妈半夜三更我送的你们两个，你还记得呀？当时我们填那个相声有心人的报名表的时候，你写的啥子？我说因为我想红，没有忘了，我说因为啥子？你还写了一个证明女的也可以说相声。对啊，证明女娃可以说相声，还有一个想让我妈认同我。狼娃儿一般屋头管得没得那么严。等会儿。你是啷个说服你妈那会儿的？我妈现在也没有说好让我放心，经常会撵我，想我回去，偶尔也不经常，不能说经常。我妈又不好意思说想我，我妈就问我是说很委婉问我说，你好久回来哦，好久忙完。妈妈想让圆圆当老师，圆圆让妈妈等自己3年。我觉得我冷血得很。直到去年，她在抖音有点红了，她的舞台梦才变得真实了一些。我从小到大都很听我妈妈话，我好像从小。我妈让我考重点分，我就考了重点分；我妈让我考2中，我就考了2中；让我考民中，我就考了民中；让我考师范，我的6个志愿全部填的师范。我高考志愿都不是按照我自己想法填的，就是家头让我填的师范。所以到了后来之后，觉得成年了就可以不听妈妈的了，就可以自己想做些自己的事情。妈妈的话就不用。我后来就眼泪都止不住，好烦，我也不想回去。
没烟的这么。我喝酒了，我都很想哭。大家都很喜欢我，点头。脾气很好，性格很好。你把个人都说笑了，我没话的了。脾气很好，性格很好，很会照顾人，全天下最优秀的人呐。信哥点头，镜头点头，镜头也要会点头。要不是你太贵了，我给你砸了，我跟你说。圆圆在解放碑演出，附近就是像大船一样的朝天门码头。这座乘风破浪的城市，给了这个外地年轻人无限的可能性，给了他无限的希望。2块的小票我们要掐点儿。晓得。拿点嘛。2000块的小票，那以前是老爷住的地方。周末，星星一家去老崇刚改造的工业博物馆玩。妈妈的老爷也住那点儿。啊。爸爸的外公也在那点儿上班。星星和妻子都是老崇刚的长子弟，小时候可能还一起在职工澡堂子里洗过澡。吵，但是原来那个地方是最繁华的地方。什么叫繁华？都是很热闹，下了班儿卖包子啊，卖油条啊，卖饭呐，大家在里头买菜呀、粥啊，商店啊，都在那点儿。难怪以前爸爸妈妈洗澡都在那儿来，那个下头来洗澡。爸爸小时候那儿来洗过澡的，说不定那阵还遇到过妈妈的。那个地方小，你看那个高炉。那你们不是工作才认识的呀？是工作认识，但是小时候我们在。是啊，那是后来才发现的。对，后来才发现，小时候可能在一个，我外公跟你爷爷是好朋友。反正就是我们2个认识晚了。就认识晚了，认识的实际上是晚了。不一定有今天了，是吧？对。那可能就是只能叫哥哥了。对。工业博物馆，原来那儿就是崇刚。2块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到烟囱高头一直冒白烟儿，好像说是把钢炼好了，然后都运起走都在那个地方。妈妈尽是给你乱讲，那些你要听爸爸的。火车主要是运啥子来？运煤炭和运。你看那儿站那个工人，他戴了一个那个像爸爸那种帽子，是怕太热了烧到起后背。戴那个眼镜，那个眼镜是个墨镜，因为那个钢水很亮噻，容易把眼睛刺伤。对，他在吹啥子？我觉得他在吹鸡腿。吹玻璃。哎，快来看！我跟你讲哈，我们屋头哪个开的那个机器？奶奶开得来。奶奶和爷爷都开的那个机器。那个大炮枪你不喜欢看就算了，摩托车你要不喜欢看，我这彻底要哭了。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嘛。那些东西我们都用过的，你看妈妈小时候的手风琴都是那种，哎，真的是。这块看我小时候的手风琴。没哪样东西没得。真的是没哪样东西没得。然后我给你讲个，有个东西，那个是与吃有关的，你过来看一下。你喜欢喝可乐噻？你想喝可乐噻？爸爸妈妈小时候呢，没得噻，可乐也没白吃可乐。是天府可乐。天府可乐那是重庆人自己的可乐。那像时光机一样，爸爸像2个小的时候就做过的，他调到江和江的调到江高点，从那边那个岸上一直能够坐过去。那天我带你一起坐索道嘛。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个，你看外头那个火车，都是那些爷爷造出来的。是开爷爷的手。那些爷爷还是很能干。从祖辈开始，他们是我看到的噻。当我有时候真是在很高的点看到那个叶片实力康成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他在几年后他会消失。所以这个城市真的是无法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如果硬要我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反而我不会用网红城市来形容它，网红城市概括不了它。
我觉得重庆它是一个很有自己内心的那个核在的一个城市。回重庆，你要说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也没有，其实就是一种回家了的放松感。啊，我也喜欢这里的每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真诚，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豪爽耿直。在重庆的最后一晚，肖战去坐长江索道，往下俯瞰，沉静的老城区和新起的高楼杂糅，魔幻的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所谓网红的背后，是一个城市悠长的底蕴，憨直倔强的精神。我从大一开始就扎表演团，然后误打误撞开始说相声，然后特别是当第一次站上舞台之后，就觉得就想一直说下去。老子天生就属于舞台。年度封箱大戏上，圆圆和小伙伴们唱起了城门谣。重庆我待了4年半了，这个城市其实很热情，哪怕是陌生人，大家对你的热情度其实也挺高的，大家也像家人一样，所以就不想离开重庆。所以这个城市的变迁，某种程度上，我现在愿意去顺应它的变迁，但是在这个顺应过程中，我可以坚持一些东西。我没有什么远大抱负，我打这儿出去，我要就在这儿，因为我行得最开的所有一切方法，在这儿都适用。要说的好多，但是可以把它归结一个，我得意，我打哪儿我都很得意，说我就是重庆人。星星和好友去他们收藏的另一个时光隧道，一个地下通道里的老茶馆。你说这是一帮江湖上的游子吧？我得意，我乐意，因为我爱这个城市。大众对我的认知其实就是一个看起来可能文文静静的这样一个，但其实我骨子里面其实是很重庆人的那个性格，其实特别刚烈。当我如果在外地听到有人说重庆的不好，或者是在我面前有吐槽的话，我就会很愤怒，或者是很义愤填膺的告诉他，我说重庆就是很好。重庆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它有一种朋克未来感。你可以看见它的依山而建的高楼，非常的魔幻，桥梁交错而建，轻轨拔地而起，在楼里面穿过去穿过来的，你会觉得哇，这个城市太梦幻了。但是一个拐角，你会看见大家就聊天、打麻将、打牌，小孩就是在那儿欢声笑语，特别的质朴。然后你还会看到喝着酒、光着膀子的年轻人，满头大汗，吃着小龙虾，吃着火锅，大声的吆喝、划拳、喝酒，火热的那种气息。好想吃啊！重庆女婿老刘靠一手地道的重庆火锅征服了本地人。新年将至，军哥向老街坊赠送春联儿。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固执地延续着老城区的人情味儿。留学法国的四毛在百年山城巷里开着一家小吃店。6块，给他5块。6块。风光摄影师张坤坤像一匹独狼，出没在重庆最高处。在重庆，我们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他们每天都要走过高低起伏的道路，有时站在山顶，有时又走入谷底。但每个人都深爱着这个城市，就像最终我们会爱上自己的生活，爱上生活里的烦恼、痛苦，爬过梯坎，穿过洞子，用滚烫的心拥抱生活。